好漂亮啊！观众朋友，你们猜得出刚才我在全情投入的演绎哪一个经典角色吗？饰演这个角色的嘉宾，他出道即巅峰，人生简直就是如鱼得水。哇！为了这个镜头，我跟你讲，我们真的是人仰马翻呐！人家是演电影的，我们只是拍电视的，人家是尔冬升，我们是水很深呐，全部都是人工的，手都在发抖啊！看。全听你说。哦，嗨，袁咏仪你好，你好。你好，请坐，请坐。好啊。我们带了一些小甜品，先让你。我知道刚刚你在里面吃了一点，对吗？对，这个是我最爱。我儿子他也是超爱这个，他一个人可以吃整盒，但是吃这个蛋糕不需要这个，直接就这样嘛。然后这个是我们那边最流行的蛋黄的那个蛋黄啊，有一阵子我们是一箱一箱的抬回去。是的。然后你知道我们来很多天了吗？1个星期。来2、3天，尤其是昨天，为了你，间接为了你，忙得人仰马翻。为什么？我干了什么事情让你们那么累？你知道你那个新不了情的镜头吗？你对着那个金鱼在夜市，然后讲哇，好漂亮啊，那个镜头，你拍了多久啊？一次过。你应该不可能，我们那个时候导演要求蛮高的，可能1、2个小时吧。哦，那我心里平衡一点，OK， 平衡一点。我们为了你那个镜头，我们还拍照起来，导演去开那个视频，然后我们去香港那个卖鱼街，到处问人家这个是什么鱼。哦，你记得什么鱼吗？这是金鱼，这样叫金丽丽。哦，真的吗？然后我给你看我们大概拍摄的那个片段，就是我们去选鱼，选类似尽量一样的，然后我们还就在讨论到底晚上应该要去哪里拍，比较类似你像你那个地方。哇，好漂亮啊！可以啊，你看我们用了什么东西在拍？为了这个镜头，我们鞋子都出去了，拿灯，然后现在真的很简单哦。以前我们可能拍一个镜头打灯，可能也要2、3个小时，对，才拍一个镜头。虽然是一个很 relax 的开场，可是我们节目是一个很严肃的。哦 ，OK。也不能说很严肃，不能说很严肃，就是可能会让你觉得比较啰嗦一点点，但是我还是觉得我难得能够访问到你，我希望能够进入深一点点。好啊，好，我是想要知道你的家庭背景，在香港一个这么繁华的一个世道啊，你是出生在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家庭里头，你的家里出了很多的警察，对，不是1、2个，对，几个，最多的时候有9个吧。9个警察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也就是说，你是在一个非常严谨的纪律部队下生活长大的一个女孩子，可以这样说。而且父母亲又特别疼你。父亲比较，对，父亲是不像警察的对我，对，但是妈妈就很像警察对我，对。OK， 爸爸怎么宠你？就是我跟我哥可能2个人同一时间买了一个糖果，那我已经把我的糖果给吃了，但是我看到他那个还没开的，我要他的那个，然后呢，我就可以拿到了。好讨厌哦。对。然后你的爸爸就觉得不知道啊，他说我一出生的时候像一个洋娃娃，然后他那个时候抱着在带我的时候，朋友走过去呢，就以为是假的，然后他就很开心，觉得是这个东西很漂亮，宝贝，对。然后就因为这样养出了你从小比较娇生惯养、霸道的习惯。霸道有一点，对。那包括那些警察的家人也会对你是宠溺的。
我们是住在警察宿舍的，那个时候的环境，那些警察的亲戚，他们大部分都是生男生，就只有我一个女儿。后来我妹妹出生了，但是我跟我妹妹的那个待遇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要问我老爸。 ？Oh my God, so 对对 lucky！对对，我觉得我真的很 lucky，就是这个原因。是你从小在那个宿舍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就好像现在那些公屋一样，很长的，然后门对门，一家就是大概一层有20-30户人吧，这样。那你们是那种听到号角声就要早上？哦，这警察的小孩就我觉得我们家庭是唯一，我爸爸对我们很严格的是在准时，他时间方面是拿捏的很准确的。我欣赏，我喜欢。对，就比如说他9点上班，他8点就在了。对，我爸是这样的人，是不是有没有影响到你？有，所以影响到后来你出社会进演艺圈也是这样的人。对。 Very good， 我最尊敬这种人了。对，还有规矩，比如说他在家里面永仪，我们说嘿怎样，就是立刻要回答，给他知道你在这样。还有吃饭的时候又很有规矩，就是全部人到齐了才可以吃饭，然后先喊长辈吃饭，吃饭也不能抖啊，有些人很喜欢抖嘛，拿杂菜也不可以没礼貌的那种啊，那你是一个非常传统，很传统。然后又在一个非常严谨、有纪律、有正义感的家庭长大的一个豪迈的女孩子。正义感我有一点保留。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小时候我们旁边都是警察的小孩嘛，所以小孩都会皮嘛，都会打架嘛。那我们就会是谁赢了就谁对这样。哦，我明白了，他是所谓那群警察小孩里头，总有几个是霸道的那个小孩。对对对你是那个霸道的。可以这样说，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是分 A、B、C 3座嘛，我们是住在 C 嘛，然后 C 的那一座的那个小霸王，我是其中一个。那当然有你怎么 A、做 B，到的？你可以，我敢啊，怎样敢什么？敢打架？敢骂人？我敢打架啊，你怎么打呢？请问一下，那个年纪几岁啊？只要跑得快就可以了。你几岁那个时候9岁10岁吧那种。爸妈知道嘛？那个人家会传出去。没关系，就是所有的父母都知道自己的小孩是不是好东西，这肯定是不对的。OK， 就看你们在外面谁赢自己的事情。对，因为很难说我的一定是对，他也很难说，对吧？所以就小孩子打架都还是很开明。所以你就是那个让人闻风丧胆的西街13妹就对了。C 座，对。C 座13妹，会你出去走路有风的，你是 C 座的大姐。我不敢去 A、B 座，我打不过他们。那你又很聪明，对，所以你从小就是一个小霸王。可以这样说，对。那你有一个很快乐的童年呢？很快乐，我童年蛮快乐的。虽然没有很多的玩具，但是我们在山坡啊、街外啊，就是这样玩呢，这样。那你在外面这样撒野打架做大姐，你妈妈怎么面对你啊？所以我说我妈妈对我比较严格，是因为我妈妈知道我的性格比较野，也比较冲动。所以他对我很多规矩，比如说哥哥妹妹都去过那个叫 camp， 但是我从来没去过。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他可能怕我，要不就外面把人打死，要不就打死人，所以就不让我去，或者是怕我会出事这样。那你就都没有类似露营的这样的一个没有活动，然后你就被关在家里。对，永远那个同意书都是不同意的。我那个时候很反感的，我有怀疑过那个不是我亲妈，我真的也跟我妈妈这样说过的。但那个时候小时候，坦白说，没有现在跟你讲道理啊。以前就是不对，你不听话不都这样了嘛？打你嘛？打。你爸爸知道吗？我爸会就比如说我打了哭，我哥没哭，我爸就会打我哥一起哭。这是什么家庭？什么家庭对吗？我现在变成好想访问你爸，怎么有这样的爸爸？对啊，所以有爸爸的宠爱、溺爱，对，妈妈
严厉的管教，所以你在一个很balance 的一个家庭长大了。其实现在想起来是对的，还好有一个妈妈对你在严厉管教，对。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在一个这样的家庭，这样的一个 ABC 街道里头，出了一个香港的港姐，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让你想要去参加香港小姐？我觉得我漂亮。那个时候，其实我很小就开始拍广告，但那个时候呢，只觉得它是一个工作，可以赚钱，因为我从读书出来都就是拍广告，就好像第一个广告就有1000块，对我来说1000块好多钱。这个拍广告是你自己去找的工作，还是人家找你的？应该说我客串了一个电影。我知道，我有看到，对1986年的《飞越羚羊》，你那时候没长开啊，对啊，黑黑的像一个，这整个里头你就是一个镜头冲破了，我是替身来的那个电影。我除了有一个镜头以外，我是那个电影的替身，因为我那个时候呢很喜欢跑步，就是每一个星期有大概3天吧，我就会放学以后背着背包就去运动场跟着一个教练学跨栏啊、跑步啊，我觉得自己跑得很快。那你就应该当警察啊。我也跟我妈这样说过了，我妈说不行，因为我的性格太分明了，就没有中间的。所以如果我觉得那个人是好人，我不管他是怎么样，我就会觉得那个人是好人。你会深信。对，如果那个是坏人，我不管怎么样，他就是坏人。我妈就觉得我的性格不合，所以我就没想过。然后那个时候，家里面也太多警察了，对吧？够了。对。然后你15岁的时候，完全没长开的袁咏仪，真的是看到一个黑黑的黑麻麻的，而且完全没长开，很难啊！你们很难相信，几年后她去参加港姐的时候，她整个人不知道怎么样，就人高了、白了、眼睛大了、鼻子挺了、嘴巴美了、身材好了。身材，你怎么长得这么出类拔萃的？我也不知道哎。你看到我爸爸，你就会明白，因为我爸爸蛮帅的。你这爸爸宠得好，都说爸爸的好。我妈也不错，但是我爸比较帅。所以你是在被人看到，你自己也发现到，你就去参加港姐，还是被人鼓励？我之前是拍广告的人叫我去参加，然后我那个时候觉得，可能我因为客串过那个电影，我看到电影的明星很辛苦，我那个时候觉得很辛苦，要被骂，又不能吃饭，又要干活，不停地跑。我做替身的，我都觉得很累。然后我看到他们那个生活，我就觉得好像不太好哎。我觉得如果我去一个公司去打工，我可能可以做到60岁。我那个时候是那个心态，所以那个广告公司的人叫我去参加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有毛病。我说我不去，然后他说那个表格我都帮你填好了，这样我就一愣就愣到垃圾桶。还是不去？但是我也不知道，突然有一天在家里面看电视的时候，突然看到那个香港小姐的那个音乐的噔噔噔噔噔，那个时候就觉得，其实我也可以啊，为什么不去试试看呢？然后再看到去加拿大拍外景，我觉得我没去过，那时候还没出国过的。没有。在你参加之前，你有没有问过爸爸妈妈、叔叔、舅舅？有，我第一个时间问我妈，因为我妈可以是说是那个时候是说定一切的，因为我爸是在我控制里面，你妈控制你爸，你爸控制你爸。对，所以我只要说服我妈，我觉得应该就可以了，我就跑去跟我妈说我想去参加，我妈就也没有说反对，也没有说好，她就说如果你决定了，你所有的事情你要承担那个后果。我就觉得可以啊，有什么不可以？自己决定的事就去做啊，这样。你没有想过后果是什么？没有，也没有想过想要拿个冠军，没有，也没有想过说自己粗里八七的，然后忽然间要变成一个港姐，你都没有想过会有这些东西？没有，就是纯粹真的是为了想去加拿大拍外景。那老实说啊，那个时候的看自己已经漂亮了吧？我当然觉得自己漂亮，好漂亮了是吧？好，对，好，那个时候然后就去参加，就报名港姐了。然后我就跟之前那个人跟我说，他说我就看到你一定会去的，你去吧，我们那个表格还是在帮你交了。
我就这样去参加了。那当你进入了这个港姐的时候，你看到那一整排的那些礼仪小姐啊，跟那些被纠正的那个气质的时候，你后悔吗？痛苦。那个时候呢，我跟几个女生都是那种大大咧咧的啊，就那种永远呢学那个走路的，永远都是我们4个人，其他的都在吃饭啊，或者在聊天啊。更有一个好玩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彩排冠军得奖的，一定要走一个圈嘛，你记得吗？拿了以后再走一个圈嘛。然后那个时候在彩排的时候呢，我们4个女生在后台跟工作人员在玩，完全没有排。你是觉得你永远不会是你就对了？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在那个 semi final 的时候，我拿了一个最上镜小姐。通常啊，以往的记录呢，最上镜小姐呢都会在第2、第3出现的。所以我觉得我算那个数是不是？所以第一不可能是我，所以排那个圈不需要我。所以你没去彩排？没去彩排。然后现场的时候，就人家说为什么他跑得那么快呢？那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走。就是你得冠军，人家说好了，我们现在恭喜冠军，为我们什么绕场1周，怎么来的？怎么办呢？跑很快。我这从我的记忆，以前的那些港姐是怎么走的，我这啪，就这样。可是说实话哦，在那个时候你的个性就已经展露无遗的吗？就是一个大咧咧的一个袁咏仪，已经在选美的环境下跟梅姐的相处，你就已经是那种无话不说，个性就已经展露无遗了。对呀，在那个时候有没有开始得罪人了？我当然有，那个时候已经得罪人了，但是我也碰到一些贵人，有一些智者朋友是新认识的，有一部分呢，当然会觉得我好像以为自己能得奖，所以说话可能有点过这样，但是也有一部分呢，就是一看到我这样，就给我一些提告，或者是在跟我访问的时候就跟我说别这样说。哎呀，就是说另外一种。那个时候有人这样跟你提议，对，听得进吗？我听得进，但是我还没懂得去学。那个时候我只学到怎么样，我碰到那些不喜欢我的人，我就跑。我看到那些喜欢我的，或者是跟我熟的记者，我就跟他们做访问。那个时候反而更得罪那边的人，不懂得怎么去跟那波人协调，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在想什么。有一段时间我回家是觉得我辛苦的，回到家一关门的时候，整个人就好像要把那个面具拿出来。然后我记得我跟我妈妈说，我说我有点累。如果现在可以选择不继续，我觉得可以的。然后我觉得我妈妈那个时候跟我说，就是如果你这样一点点东西你都不能面对，你以后出来这个社会，你有很多事情更不能面对。对，我可能这一句话吧，所以我就要重新跟自己说，慢慢来，就是不能一天就可以把他们弄得对你很好，但是你就慢慢来吧，这样。因为选美之后，你也进入了演艺圈，进入了演艺圈，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你的演艺圈感觉好像，可能你不喜欢这句话，但是在我看来，真的就出道就巅峰，如鱼得水，这是我给你的开场的话。OK， 因为你一出道就拿了最佳新人，然后第2年就因为新不了情拿了最佳女主角，然后是首位蝉联金像奖的女主角，第2部戏《金枝玉叶》哇，这个记录跟你这个出道的这个风光史啊，是无人能及，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破的记录。好，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会这么？你觉得你是幸运还是？我肯定是幸运的，这个是不能否定的。我那个时候我也很幸运，是碰到陈可辛，因为他给了我很多机会，很多电影他都会先想用我的，才好后面的袁咏仪。可是不容易，因为你出道就演主角，你每一部戏的主角，可是跟你搭戏的全部都是香港的顶流，对，张国荣对戏，梅艳芳对戏，刘嘉玲对戏，梁朝伟对戏，你跟这些人对戏的时候，你怎么去接戏，或者怎么不去怯场？年少无惧，我觉得那个肯定是出现在袁咏仪年轻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怕，年轻嘛。
就是那种说话也不怕得罪人啊，吃很多啊，也不怕胖啊，对吗？也出去玩也不怕有危险啊。我只怕我出现碰那么多的那些大腕儿，我有一个我是觉得对我来说是一种挫折，就是张国荣。怎么说？因为那个时候我一出来就是梁朝伟跟张学友，当然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巴拉巴拉啦，就旁边在好好的学习，也看到他们也对新人也蛮好。但是呢，我从来不会说对在他们面前有一种感觉是害怕或者是接不上的那种感觉。但张国荣，因为我的记性蛮好的，记剧本，对。对你来讲，记剧本不是一个不是大问题。对，就是你只要早上给我看完，我下午就可以拍的那种人。跟张国荣第一天，金枝玉叶的基约在山顶第一场戏 ，OK， 第一场戏就是说我要介绍我是谁，我很了解他跟嘉玲姐两个人在戏里面的关系，我要说一整两页的剧本，但是以前对我来说没问题的。但是我第一天跟他拍呢，他一坐下来就说：“听说你对记那个剧本很厉害。”我说：“还可以啦，这样。”但我也不怕这样那一刻，但是正拍的时候，我 NG 了差不多10个。为什么呢？怕，突然间就怕了，因为要把整段对白，要把他们两个人的关系要说出来，你不能背书一样，一定要很生活，你已经。把那些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已经到这里了，所以你随口就可以说出来。我那个时候是想怎么把那个对白的情绪跟那个说出来，让他很到那个点，所以反而觉得自己说的不好就会停，想表现给他看。我除了记对白很厉害，我说的也很厉害，我连情绪也顾得上的那种，反而这个就让自己出错了。哎，对。这个事情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所以那一次的打击对你来讲是很大，不可以说我很厉害，不可以。那我看到了有一些报道，也是觉得说，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说袁咏仪在后来她就有一些比较负面的一些新闻，就是说你大脾气啊，你会去得罪人。都是听说，因为我不敢完全去相信，我们都是圈内人。尤其那时候港式的很多那些狗仔文化，说你去得罪人，你能去细说吗？还是我们不要去谈？哦，可以，我不大脾气的这个，我觉得我不能否定的，我肯定是有脾气的，对，因为可能有时候太有原则，就像我刚刚说，我逃避他们，我面对这个也是可能到现在都是我的一个原则。我既然没办法讨好你，我就算了，我就跟一些我的人，我到现在还是这样。可能那个时候我太有自己以为的原则，比如说拍电影，有时候因为光线的问题啊，或者是地方的问题，可能会超时，或者是可能会有什么改变，我没办法。我觉得我几点到几点就是几点到几点。我懂，对，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就因为这样，我会得罪人。那你就会我会骂人，怎么骂呢？我也会骂，我也是那种人，我会去把他讲出来。比如说他是制片人，我就一直追着他。你几点放我？你说了几点就几点，你不要再躲了。我说你再不拍我就走。你还是最大的去骂？当然，我都是骂这些小的。不是因为你跟他们说没用，他们也不能决定啊。你去跟导演说也没用，导演也是那种听制片人的，对吧？哎，我真的很明白你，因为我在圈内也是这样出了名的，就是去骂那。但是你会有没有想过，你去骂了之后，我们在这行也是，你离不开啊，几十号人物在那边骂了，你敢不敢走？通常骂完他们都会放你走的。哇！那你会骂？那你会？我有时候我骂完呢，但有部分我会跟他们是好朋友，就是一周工我们就出去喝啊，这样他们了解你的，懂你的，他们就觉得无所谓。但有一些可能他也很有难处，但是他也不能完完全全的了解，或者是他的办事能力根本就不好，所以他没办法解决你的问题，只能跟你翻脸。那你有没有因为骂了谁而反悔的，觉得说啊，我可能真的骂错了，该不好意思？就是王晶导演，
他也是答应了几点要放我的，因为我要去拍另外一组戏，但是他就一直就又不拍我。然后那个时候拍戏呢，只能一个长的椅子，然后又冬天没事做，我只能睡觉啊。我生气嘛，我只能睡觉啊，因为你晚上你到处跑也不安全，对吗？我就睡了，突然间在睡的时候，你盖着那个头，突然间有一个，那个时候你已经在睡觉，我也很生气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这样呢？对吗？然后我就一开，我就不管那个谁，我说你他们说几点到底想怎样？到底拍不拍？现在几点了？你骂我要迟到了这样。然后骂完以后，哎，导演，那我就只能继续盖着，就不管了。里面是一直在流汗了，对，冬天都怎么办流汗了呢？那一刻不能出来的。你真的给自己没退路了，你对害了自己了对，我就应该是拍完那一部应该没得再拍的，但还好王晶导演就是没有这个想法的。我觉得这些年你脾气改了吗？你回望那些年，我觉得在应该怎么说呢？97、98的时候，因为发生一个事情，我就突然间把自己收起来，我就就什么都不敢接，也不敢面对人。我那个时候觉得他就是不对啊，哭什么呢？他说你刚刚太不给我面子了。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来比喻呢？他要好好的工作，我靠他的啊，所以永远说不要给他吃饱饭。对呀，就可以保持得那么好。我应该前一辈子、再前一辈子都把他整村的人给杀了，所以他这一辈子来好好的报复、折磨你。折磨我。你也可以上 Millicent 免费随心选听，全听你说。